据开封府尹包拯所奏，你是自动投案，而非逮捕归案。确是如此。你可知道，一介草民擅闯皇宫大内，强行进入朕的藏宝阁，还在藏宝阁内题字讽刺，这可是杀头的罪名。草民自然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你还敢投案到案，你以为朕不敢杀你吗？草民以为，不是敢不敢，而是该不该。何谓该不该？你犯下如此重罪，难道不应该绳之以法，以敬天下？皇上说得好，天下者是皇上之天下，苍生者是皇上之子民。当今之事，贪官污吏之荼毒百姓，其罪更重于白玉堂；土豪恶霸之横行乡里，其恶更甚于白玉堂。难道这些人都不该杀？难道皇上能将他们一一杀之吗？白玉堂，在圣上面前不可妄言，那是军前失仪，其罪论死啊！多谢八王爷提醒。我白玉堂若是贪生怕死之人，此次就不会进宫面圣了。你果然是悍不畏死的草泽之民。启奏皇上，同样是父母所生，父母所养，谁不贪生，谁不畏死？我确实是一介草泽之民，不懂什么治国安邦的大道理，但我深知大丈夫立身处世之道，是则是，非则非。此次前来投案，甚而觐见皇上，并非为苟活而求情，乃是要证明我白玉堂顶天立地，敢做敢当。明明身犯重罪，还妄言敢做敢当。你可知道，这4个字说起来何其容易，但只要朕下了口谕，杀剐之刑立刻连头。若是白玉堂贪生怕死，怕杀怕剐，恐怕早就亡命天涯，逃之夭夭。俗话说得好，拼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。白玉堂正是如此，大胆！白玉堂，圣上面前不可如此造次。白玉堂，圣上面前岂可出言不逊，还不赶快谢罪？包大人，白玉堂已是重罪在身，还有何罪可谢？白玉堂，欺君罔上，可是罪上加罪，可以株连九族，满门抄斩的你。包大人刚正立朝，铁面无私，可谓名满天下。难道我白玉堂只是在皇上面前将自己的肺腑之言如实奏上，倒就要株连九族，满门抄斩吗？白玉堂，在皇上面前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包大人，白玉堂已是戴罪之身，包大人不升堂审断，反而带我来觐见皇上，包大人又是何苦呢？觐见皇上，乃是皇上圣谕。不错，的确是朕想见见你这位胆大包天的锦毛鼠。如今锦毛鼠已经跪拜在皇上驾前，要杀要剐全凭皇上旨意。不过在要杀剐之前，白玉堂想请教皇上一个问题。白玉堂，圣上面前不能如此说话，你真是斗胆包天呢！八王爷，且不论他是否胆大包天，不过朕此刻倒想听听他想问朕什么问题。白玉堂，包拯和展昭都曾在朕的面前对你有所余扬，说你虽然孤芳自赏，偏激固执，但是却有侠肝义胆。他们说的，朕不知是真是假。那是包大人和展昭过于抬举我，愧不敢当。虽然白玉堂为一介江湖草民，然而我一生行事只有一个原则：言则以信诺为准。
行以义理为先。我只不过将这一个简单的道理例奉而不备而已。说得好，那你想问朕什么问题？皇上身居大内，不知民间甘苦，草民斗胆请问皇上：当今天下吏治清明了吗？吏治不清，则贪污横行；贪污横行，则老百姓无法安居乐业。斗胆请问皇上，如今皇亲权贵不倚仗威权，仗势欺民了吗？权贵当道，则贪渎不免；贪渎不免，则民怨滋生。不知皇上是否能了解其中的真实情况？你再说下去。白玉堂干犯宫禁，私闯藏宝阁，论罪，当然可杀可剐。若杀白玉堂一人，可泄皇上心头之愤，白玉堂虽死无憾；若杀白玉堂一人，可尽天下之恶，白玉堂更是慷慨受禄，含笑九泉，哪怕是身首异处，也要叩拜皇上的英明圣瑞，这才是天下苍生之福。皇上圣明。白玉堂，草民在。你可知道，哪怕是朝廷柱石、庙堂重臣，也从未有人在朕的面前如此直言快语、实情实奏。朕一向以人道治天下，以亲民代苍生。今日有你如此一问，朕应该反躬自省。白玉堂，起身说话。白玉堂，皇上叫你起身，是天大的恩典。我要偏激过分，不知恩义好歹。谢皇上。刚才白玉堂的一番话，卿等都听见了。朕已经反躬自省，你们是真正的朝廷柱石、庙堂重臣，也当知道该如何作为。皇上苦心苦虑，臣等明白。今后必当更加朝干夕替，不敢有半点怠忽。好，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治国之道，千头万绪，但还是以人治为先。朕一向以此自勉，白玉堂这番话更提醒了朕。白玉堂，朕念你当时一时冲动，干犯宫禁，闯入藏宝阁，虽然已没有了盗宝的嫌疑，但擅闯皇宫大内，罪在难赦。如今朕倒有一个想法，不知你是否肯受？请皇上明示。朕可恕你无罪，但是希望你能如展昭一般，朕赐你品级，封你官位，为朝廷效劳效力，以后不必再以有用之身在江湖浪迹。你愿不愿意？皇上恩典，草民万万不敢当。为何？草民并非不识抬举、不知好歹之人，奈何半生浪荡，有如闲云野鹤，已经习惯了自由自在、傲笑云烟了。一旦官服加身，只怕不明官场礼数，不知谦卑自义，反而会给皇上惹下更大的麻烦。到那个时候，就更加辜负了皇上的恩典。你这是肺腑之言？句句出自肺腑。皇上，所谓钟鼎山林各有天性，白玉堂生性不羁，的确不宜官场生养，还请皇上明鉴。既然包青都这么说，朕也就不勉强于你。从今往后，你仍然是自由自在之身，不过以后你在江湖行走之时，且牢记你方才所言，才不辜负朕宽恕你的一片苦心呢。多谢皇上。
堂下所贵之人报上名来。草民白玉堂叩见包大人。民女方素心叩见青天包大人。方素心，你诉状所称，你乃是状告当今安国小侯爷赵世俊。回包大人，民女正是要状告于他。王朝马汉，在。被告因何不在堂上？回大人，卑职曾3请4请，小侯爷一直辩称未曾升堂，不必到场，因此在后花园静候传唤。岂有此理！来人呐！在。传赵世俊上堂。卑职遵命。白玉堂，草民在。那方素心状告赵世俊，你却为何为他强行出头？回包大人，只因那方素心家破人亡，孤苦无依，又是一个饱受欺凌的弱女子，身心备受煎熬，草民实在于心不忍，所以才替她出头，陪同她来到开封府，求包大人替她伸冤雪恨。方素心，你可同意？民女完全同意，而且对白大侠感激不尽。安国小侯爷赵世俊见过包大人。小侯爷，你身后所站何人？哦，乃是晚辈的师爷，叫何名姓？邢三。邢三，你来此作甚？回包大人，他是晚辈的一个重要人证。来人呐！在。替小侯爷看座。遵命。遵命。多谢包大人如此恩宠。且慢，邢三，你可曾中过秀才举人？可曾蒙受朝廷恩典，赐你生源之名？回包大人，没有。既然只是一介布衣，来到本府大堂之上，就该依照本府堂规跪下听审。包大人，他是晚辈的师爷。即便是师爷，那又如何？邢三，还不跪下！草民邢三叩见包大人。这才是朝廷的礼制规章。本府今日审理此案，虽称不上是错综复杂，却也纠葛不清，必须细问从头，抽丝剥茧，方能理出脉络。白玉堂，本府就由你先问起。草民聆讯。你可曾擅入皇宫大内，私闯藏宝阁，并在藏宝阁内胡乱题字？不错，草民确曾如此。如今你来到本府大堂之上，是被递补归案，还是自行前来投案？是草民自动投案。据本府所知，今晨皇上曾亲自召见于你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皇上仁恕亲和，爱民如子，对你以时鲁莽之行，以当面口谕，恩职特赦。从今以后，
你更当谨言慎行，不可再凭一己之私胡乱非为。你可明白皇上的苦心？草民白玉堂叩谢皇恩，并且将皇恩永铭于心。如今本府依法将此案作一了结，撤销四海通缉，还你自由之身。你且起身。多谢包大人。包大人请慢。小侯爷有话要说。皇上当真召见了白玉堂，当真有恩旨特赦，恕他无罪。小侯爷可是信不过本府？不是信不过包大人，而是白玉堂所犯之罪，乃是欺君犯上的十恶之罪。所谓十恶不赦，怎会有如此结果？实在让人难以置信。晚辈要先拜望八王爷。且慢，小侯爷，白玉堂是否十恶不赦，自有皇上圣裁。当时非但本府在场，就连八王爷也在圣驾之前聆听圣训。小侯爷此去，则怕是自取其辱。小侯爷，还是先请回座。那白玉堂私闯进宫之事，与小侯爷原本无涉，自当泾渭分明。本府还要继续审案，小侯爷不得再次干扰。小侯爷，方素心，安国小侯爷赵世俊具状告你，说你假骗婚之名，借洞房花烛之夜行刺于他，可有此事？民女承认。既然承认，你可认罪？回包大人，确有此事，民女却不能认罪。既有此事，为何不能认罪？只因为小侯爷为了一己之私欲，害得民女全家家破人亡。民女之所以要行刺于他，只是为了要替家人报仇雪恨。是小侯爷犯罪在先，民女行刺在后，还请包大人明察。小侯爷身犯何罪？你要从实说来。民女家中世代以酿酒为生，先父所酿之酒也算闻名遐迩，就连老侯爷的封式药酒也是由先父特为酿制，按时供应。小侯爷，那方素心所言是否为真？这一点他倒没有说错。方素心，你继续说下去。有一次先父病了，就由仙姐方素月代劳，将药酒送入侯府。仙姐虽非国色天香，但姿色却胜过民女许多。谁知小侯爷见色起歹念，竟用迷药将仙姐奸污。你简直满口胡说八道！小侯爷，本府问案，未经许可，不可轻易打断。姑念你不知堂规，暂且饶过，而后再犯，休怪本府论你扰乱公堂之罪。当时情形如何？你且摘要说来。是。小茹，你去加点火。哦。
大姐，你要出去啊？侯爷府的药酒也该送出去了，可是爹身体不舒服，出不了门，我这就把酒送去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姐一向腼腆害羞，还是我去吧。哎呀，我又不是出去应酬客套，这有什么好害羞的？送酒是自家的生意呀。哎，爹，都怪我身子骨不争气呀，害得我自己的女儿抛头露面。爹，我是您的长女，为您分忧解劳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啊！快扶爹回屋休息去，我一会儿送完酒，晚饭前就能回来。哦，贾总管，一共送来了10坛酒，您都亲自点过了。没错，等点完货你就回去吧。搬进去，啊，让你辛苦了。哪里？哎呦，邢师爷，您难得有空来后院，莫非有事啊？正是。小侯爷让我来看一看，今儿送来的药酒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是我爹亲自监工酿造的，当然没问题了。这可难说。听你的口气，你是方仙斗的女儿？正是，家父身体不适，我是他的长女，头一回来侯爷府送酒。怪不得以前没见过你。你可知道上一回送来的药酒有点不大对劲儿？怎么会？请问您是？他叫邢师爷，是小侯爷身边的亲信呢。原来是邢师爷，方素月失礼了。这失礼不失礼倒还在其次。听小侯爷说了，上次送来的药酒，老侯爷不太满意。本来是你爹来的时候当面问他，没想到来的是他的女儿。这样吧，你先在这儿稍等一会儿，我去请示一下小侯爷。请问邢师爷要请示什么？当然是请示关于酒的问题了。你先别走，我去就来。贾总管，我见小侯爷怕是不合适吧？不如等我爹病好了再。那有什么不合适的？除非你们方家的药酒真的出了问题，那就真的不合适了。方家的酒从来没有出过问题。小侯爷有所交代，既然你能代表方家的酒出了问题，和你谈谈倒也是一样的。去哪里谈？跟我来吧，方姑娘，请。邢师爷，我有事要请教。什么事儿？这里既不像账房，又不像谭氏的公堂，请问这是何处啊？老实告诉你，这里嘛是小侯爷静思独居的地方，一般人想进来还进不来呢。这可是你的福气啊！这种福气只怕我生受不起，不如还是换个地方谈吧。这人都来了，何必还扭扭捏捏呢？只不过是问问你酒的问题。以小侯爷的身份地位，你可不要把事儿想歪了。走吧。启禀小侯爷，方家的大姑娘来了，您是见还是不见呢？既然来了，就请她进来。是。你瞧，这小侯爷多给你面子。
小侯爷可是皇亲，方姑娘应该懂点礼数吧？民女方素月见过小侯爷。好说，请坐下说话。方姑娘，你们上回送来的药酒似乎有点问题，想必邢师爷早已跟你们说过了吧？邢师爷是说了，不过民女认为家父亲自监工所酿造的药酒，应该不至于。口说无凭，你们自家的酒，你总该尝过吧？啊，那是必然的，否则怎么能保证酒的品质呢？那好，邢师爷把酒拿来，让方姑娘自己再尝尝。是。我没想到一个酿酒的老头儿，居然能生出这么标致的姑娘。不敢当小侯爷抬举。你们是姐妹两人吗？是，另外还有一个11岁的弟弟。小侯爷请。这虽是我爹专用的药酒，我偶尔也浅尝一下。可这一次的药酒，的确跟以往颇为不同。你喝一口也尝尝，比较一下前后有何不同。除了酿酒时食酒之外，我在外面从不喝酒，还请小侯爷见谅。这是小侯爷赏的脸，你可别不识抬举。况且你不尝尝，怎么知道问题的所在呢？同一壶酒我已经喝过了，你还担心什么？我觉得这酒跟以往的药酒没什么差别啊。你只是嘴唇碰碰酒杯而已，自然尝不出来。你要像我一样大口一些，才能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。嗯？如何？这酒果然不对，不对，你在酒里加了些什么？同一个酒壶，同样的空杯，我又何尝加了什么？那我怎么觉得全身发烫，整个人晕沉沉的？不对。哎，小心点，千万别摔着。哎，慢点儿。我问你，你我何仇何恨，居然血口喷人，陷害于我？谁说无仇无恨？我方家一门三口，都是因为你而死于非命，你还敢说我血口喷人，陷害于你？不错，你当然是血口喷人，故意害我。你究竟是何居心？小侯爷，且请稍安勿躁，这只是他的片面之词，本府却还未必轻信，请回座。
方素信，据你方才所言，既然是同一壶酒，又同样是空杯斟酒，却又为何小侯爷喝了安然无恙，你姐方素月喝了却头昏欲倒呢？关于这一点，民女就百思不得其解了。很简单，在江湖上，这种卑鄙无耻下三滥的手段可谓是雕虫小技。那酒壶可以是子母鸳鸯壶，壶内另藏玄机。关于那杯子，看似无物，可是却可将毒物事先抹在杯子内缘，斟酒之后自然溶解。邢三，你说是不是？并非你白毛人在问案吧？邢三，那就由本府来问你。据方素心之称，当时酒壶酒杯皆是由你取来，你可曾在其中动了手脚？回报大人，草民冤枉已极呀！此话怎讲？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啊！草民既不在场，也从未拿过什么酒壶酒杯。回报大人，邢三说的对，根本不存在这一回事，是方素心胡编乱造，别有居心吧。姑且不论是否别有居心、胡编乱造，关键在于那方素月当时是否的确代夫送酒，并且曾经前往侯府后院参访。方素月是否去过安国府的后院，草民并不知道。怎会不知？回报大人，草民是小侯爷的师爷，像这种闲杂琐事，草民一向不曾过问。包大人，邢三虽然只是布衣出身，没有功名，但也精通文墨，细心干练，所以晚辈委屈他为师爷一职，怎会管这些琐碎小事？既然小侯爷替你说话，本府不再追问于你。不过，侯爷府总管总该知情吧？邢三，本府问话，你无需看向他人。包大人，贾总管是否知情？请包大人传他前来一问，就知真相了。那是当然。王朝马汉，在。你二人即可飞骑前往安国侯府，传那贾姓总管前来问话。卑职遵命。方素心，民女在。本府再来问你，当时你并不在场，却为何对事情的经过知道得如此详尽？是仙姐回到家中，伤心欲绝，哀泣不断。经民女一再追问之下，才一字一血泪地向民女哭诉。民女不敢有任何夸张或增添之处，还请包大人明察。你又怎知他向你哭诉的一切全是真情实话？恕民女斗胆，请问包大人，一个尚未出阁的少女，平日谨言慎行，不苟言笑，有何理由编造出一个糟蹋自己、侮辱自己的故事呢？后来呢？谁知当天夜里，仙姐为保持贞操名节，就悬梁自尽了。他自尽之前，既然向你哭诉一切，可曾提及当他在侯爷府被人奸污之时，有何人在场，有何凭证？没有。包大人，既无人证，又缺物证，由此可见，这全是他无中生有，信口污蔑。什么是无中生有？什么是信口污蔑？你是堂堂的皇亲国戚小侯爷，他们方家又为何要故意得罪于你？
白玉堂，你与方家非亲非故，又不知道事实真相，不要多管闲事，血口喷人。哼，好啊，如果你没有干那种卑鄙无耻的龌龊勾当，你敢不敢在这开封府大堂，当着包大人起重誓发毒咒？哼，敢不敢，那也不关你的事。你住口！本府公堂之上，岂是你二人潇潇争辩之所？倘敢再犯，本府必定重惩不贷。方素心，民女在。你姐方素月悬梁自尽之后，又发生了什么事？先父于心不甘，告到县衙大堂，谁知县大老爷和小侯爷沆瀣一气，听命于他，竟在大堂上将先父刑杖致死。且慢，那丰德县令乃是地方父母，若无真凭实据，你不得信口开河。民女并非信口开河，包大人请想，先父本是原告，哪有反被用刑之理？那是他捏造事实，胡乱攀污，丰德县令不得不用刑，让他说出实话。谁知他不堪受刑，以致……赵世俊，本府尊你于前，敬你于后，你却将本府之言当作马耳东风，将本府大堂视作等闲之地，本府又何须再尊你敬你？来人呐，在，撤去他的座椅。是。包大人，方素心，莫要受他人干扰，你继续说下去。多谢包大人。先父被抬回家中，即因刑伤过重而亡。家母一时怒急攻心，猝死于先父跟前。民女全家本是祥和安乐，谁知短短数日之内，变成家破人亡。这种种一切，全都照因于小侯爷假借权势欺人。民女叩请包大人为方家无辜人命昭雪伸冤，请包大人替民女做主。方素心，本府断案一向依法按律，若无罪证，本府又如何为你做主呢？包大人，草民可否一言？你且说来。草民愚见，乍听之下，此案的确既无人证，也无物证。不过，草民还是斗胆请求包大人派展护卫或适当人选前往丰德县细细打听。打听什么？打听那小侯爷在地方上，他是如何作威作福，仗势欺人，其卑劣行迹，可谓罄竹难书。白玉堂，你不可如此武断。他是否有恶行劣迹，本府自会派人详查。还有那丰德县令，毕竟是朝廷命官，竟然将原告刑杖致死，其中必有隐情。恳请包大人将丰德县令拿来一问。此乃当然，不劳你替本府费心。今日审案暂且到此，改日再审。退堂。我把所有该注意的细节全都写在了这封信里，你要当面交给贾总管，叫他仔细看完之后，立刻焚毁。我明白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。
还有，你要转告他，他随王朝马汉到了开封府以后，我们可能无法见面。虽然那包黑子铁面无私，但我们毕竟是侯府，叫他上堂之时，千万不可胆怯心虚，露了马脚。呼延海一定办到。邢师爷，邢师爷，您要的2匹快马，我可是买到了。哎，那卖马的可说了，这2匹马可是开封府马市里最为雄俊、脚程最快的2匹马。什么时辰了？你们必须赶在王朝马汉之前找到贾总管。还有功夫在这儿臭表功！啊，对，小侯爷说的对，两位请立刻上路吧。小侯爷可还有其他的吩咐？我先前交代过你有关丰德县令朱文仪的事，你确实都办妥了？小侯爷尽管放心，小的已办得妥妥帖帖。他不但收了那2万两纹银，而且还立誓赌咒，无论如何也要为小侯爷打赢这场官司。立誓赌咒毕竟是一句空话。今天我到了开封府公堂上，才领教了包拯果然铁面无私、冷酷无情。所以我担心那个姓朱的到了公堂上，被包拯3呼2喝，难免会心虚改变主意。小侯爷多虑了，小的办差一向周密。他可以不要那2万两银子，可是他的老婆孩子总不能不要吧？这一点你都做了安排，要不然小侯爷怎么能如此安心的叫小的去办如此重大之事？那包黑子也太过迂腐了，动不动就人证物证的。像这种找不出人证物证的案子，受害人难道也应该永远冤沉海底，痛苦终生啊？蒋四哥说的对，白大侠，我的确提不出什么具体的人证物证，这场官司恐怕是输定了。看来我们方家也只有永远受那种痛苦和冤屈了。未必。五弟，你这么有把握？俗话说，律法之外还有天理人情。这个包黑子啊，面冷心热，而且有断案如神之誉。也许他的心里早已有了打算。什么打算？他又没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？反正心急则乱，事缓则圆。我们这件事先不着急，古话总不会错。就算包黑子定不了小侯爷的罪，我想老天爷一定不会放过那个畜生。说得好，天理昭彰，疏而不漏。方姑娘，有我五弟在，你尽管放心吧。下官丰德县正堂西平县令朱文仪参见包大人。你且稍后，待本府问完贾姓总管之后，再向贵县请教。下官遵命。贾总管，你是何姓名？在侯爷府中负责何等事务？回包大人，草民姓贾，名福林，承蒙小侯爷抬案，在侯爷府里总管各种杂物杂事。既然如此，那方家酒坊按月送老侯爷药酒之事也归你管。是。那方素月可曾代父将药酒送往老侯爷府？
是草民接待的。你且将当时的情形据实说来。是，当时，快！贾总管，一共送来了10坛酒，您都亲自点过了吗？啊，没错。等卸完货，你就回家吧。改天让你爹来结账。哎，对了，有句话请你转告你爹。贾总管想让我转告什么？也就说，他虽然有2个漂亮能干的女儿，可以为他分劳解忧，不过毕竟上了年岁，自己的身体要多多保重哦。谢谢贾总管对家父的关心，我一定把话给您带到。那你就回家吧，我也不多招呼你了，还有一箩筐的杂事等着我处理呢。我知道贾总管您是大忙人儿，也请贾总管替我向老侯爷问好。好，哎，老侯爷对你们方家的药酒十分满意哦。仅仅如此而已。回报大人，的确如此而已。本府必须提醒于您，如今是在本府公堂之上，本府问话，你必须实话实说，不得有半句虚假，否则必当从重严惩。你可明白？包大人铁面无私，草民早就如雷贯耳。方才草民所说的一切，全是事实，不敢有半点虚假。启禀包大人，这全是他的一面之词。反正方素月已死，他爱怎么编就怎么编，请包大人不要轻信。不错，这的确是他的一面之词。然而，当时那方素月并未告官，也未曾留下可以追查的线索，如今已是死无对证。然而，本府断案，一向审慎严查，自会将此案查明。你且退下。朱县令，下官在。你身应百里之计，执司明目之责，想必对于安国小侯爷在地方的名声知之甚深。不敢隐瞒包大人，小侯爷在地方上不但对老侯爷孝顺有加，而且经常做善事，不是修桥铺路，就是救济灾民，所作所为颇得声望。岂有此理！启禀包大人，他身为一县之令，怎可是非颠倒、混淆黑白？简直是满口胡言，不堪入耳。白玉堂，草民实在是难以听闻，忍无可忍。你若再打断本府问案，本府立刻将你赶出公堂。朱县令，下官在。那方素心之父前往县衙，状告那安国小侯爷，他乃是原告，你为何要行杖于他，甚至将他用刑致死？回包大人，那方仙斗实在是过于胡闹，不仅满口胡言乱语，而且无凭无据，信口诬告安国小侯爷，甚至还口出不堪入耳的讳言秽语。胡说！堂堂地方父母官，怎可罗织造谣？先父好歹也是秀才出身，在堂上也只是据理力争，你居然以莫须有之名，除去他的秀才功名，还有他在你面前跪地求饶，实在是居心可疑。方素心，你切莫急躁，更不可对朝廷命官无礼。朱县令，你继续说下去。是，方仙斗的言行太离谱了，下官迫于无奈，不得不动用刑法。谁知道他年老体衰，再加上衙役用刑不慎，所以才导致如此悲剧。下官之咎，愿领朝廷责罚。然而，据苦主指称，你对那方仙斗用刑，乃是受了安国小侯爷的指使。回报大人，身为县令，
岂能受他人指使？况且小侯爷乃正直之人，也不会指使下官。方素心，你可有话要说？民女的确有下情要上告，包大人。你尽管说。先父对于仙姐的冤死气愤难平，嫁姨本身虚弱多病，所以由民女陪同到县衙告状。当时对呀，包大人说什么？方仙斗，在本县堂上为何高站不跪啊？回大人，学生曾有功名在身，中过秀才，按本朝礼律，无需下跪。哼，原来是个劳而无用的秀才。罢了，你究竟状告何人啊？禀大人，状子上已经写得十分清楚，学生状告当今安国小侯爷赵世俊。你告他什么罪啊？告他利用学生的长女送药酒到侯爷府之时，用药物迷奸于他，以致学生之女为了明心志保贞节，因而羞愧自杀。你可知道安国小侯爷赵世俊乃皇室一脉的天皇贵胄金枝玉叶？学生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你还敢告？学生也略读诗书，还知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，请大老爷还学生女儿一个清白。呵呵，好一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本县且问你，你口口声声说小侯爷奸污你的女儿，当时你可曾在场？学生并不在场。你的次女方素心可曾在场？回大老爷，民女也不在场。那么你可有其他的人证物证？学生是听女儿回家之后转述一切。小女方素月向来文静端庄，从无谎言假话，否则她何必以生死来证明自身之清白冤屈？岂有此理！就凭她一面之词，你就胆敢在本县堂上信口诬告安国小侯爷？不是信口攀污，而是要请大老爷追查事证，还学生女儿一个公道。简直胡闹！既无人证又缺物证，你要本县如何去查证？本县念你年老糊涂，恩准你撤回状子，乖乖的回家去吧。不要再企图诬告，想从中捞取好处。回大老爷，家父只是想为仙姐求个公道，让义理可以伸张，从没有想过要得到任何好处。住嘴！一个小小女子，你懂什么？这件案子，大人如果不接，学生将依法循例上告府台衙门。大胆！你竟敢当堂要挟本县，本县就先革去你秀才功名，降为布衣白丁。跪下！学生并没有违法犯罪，依律要革去秀才功名，必须要经过学政签同。学生目前还是秀才的身份，无需下跪。你简直是顽固不化，跟一般的刁民无赖有何区别？来人呐，在，让他跪下。是。跪下。想不到堂堂的县大老爷，居然与侯爷府沆瀣一气。朱大人，请你回头看看，大堂上高悬着的那4个字，大人可认识？大胆刁民，你竟敢在本县大堂上公然侮辱朝廷命官！本县若不严惩于你，岂不有愧于朝廷律法？又如何威信于县民百姓？来人啊，在！这方仙斗胡言乱语，先是信口诬告安国小侯爷，而后又当堂侮辱本县，必遭严惩。县杖纪20已经效尤。大老爷，家父年迈体弱，重病缠身，怎么受得了杖刑？更何况他是原告，哪有原告反被用刑之理啊？虽然是原告，但是别有用心，诬告小侯爷。
不过，他若撤回状子，也就罢了。至于侮辱本县一事，我也就不计较了。若我撤回状子，岂不坐实了我先前所说全是诬告？状子绝不撤回。好啊，既然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本县也就无法助你了。来人呐，在！醒醒！是。大老爷，不能打，千万不能打！我愿意撤回状子。若撤状，就不是我女儿。要打你们就打死我好了。王先斗，你撤不撤状？不撤。把他女儿拉开，继续打。是。起来！求求你们不要再用刑了，我可绝对承受不了的。爹，不要打了，爹。大人，他晕死过去了。泼水。大老爷，大老爷，再打就出人命了！大老爷，别再用刑了！大老爷，别再用刑了！好吧，念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，停止行刑。爹，你醒醒啊，爹！不要在堂上哭哭啼啼了。本县准你请人帮助把他抬回家去。你要好好劝说于他，不要信口诬告、胡搅蛮缠的，这样本县就可以既往不咎。是，谢谢大老爷。好，去吧去吧。方素心，你方才所说的，可都是实情而无半字虚假？回青田报大人，民女方才所说，句句肺腑，字字血泪。若有半字虚假，愿受国法制裁，哪怕千刀万剐，也死而无怨。朱县令，他所说的，你可都听见了？是，下官全都听见了。你可有辩解？回包大人，当初下官下令用刑，确是事实。可是方素心避重就轻，只说了一些对他有利的过程，而对方先斗出言不逊，污蔑本县，藐视朝廷的许多所作所为，避而不提。哼！你二人各执一词，看来本府只有差人前往贵县，询问刑名师爷，班头衙役之后，才可以有所定论了。多谢包大人。方素心，你确认你父亲乃是因受了极杖之刑而死？的确如此。当时还有一些左邻右舍陪同前往县衙，民女只有求他们相助，才得以把家父抬回家中。爹，这是咋整？爹，小心点，坐下。爹，你要振作，爹，爹，你要振作，爹。素心姑娘呀，你赶快去找大夫，宁可多花点钱，也要找那高明的、有经验的。除了诊金之外，
最好呢还要花些钱打点一下。我明白，只要能救我爹，就算舍了所有家当，我也会去做的。早劝过他，何苦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？爹，老伴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老伴儿，爹，这是怎么了？爹，你醒醒啊，爹！爹！包大人何以不继续审下去？小侯爷，请稍安勿躁。方素信，在你诉状之中曾经提及，自从你父母先后亡故之后，你便立下决心，要为他们报仇伸冤。是，民女确实下定如此决心。既然有冤要伸，为何不循正常途径上告官府，竟然想私下谋刺于他？不敢有瞒包大人，经过丰德县一场悲剧之后，民女对官府已经毫无信心。此言差矣。有云：道有幼草，迷有毒虫。以天下之大，自难免良莠不齐。有清明廉能之官，必然也有那贪渎枉法的恶吏。诚请天下立志，乃是本府夙愿，也曾上奏皇上，只可叹困于种种挚爱，未能完成初衷啊。后来，你又是如何设法接近小侯爷，利用花烛之夜行刺于他？回包大人，民女把舍弟小茹暂时托付给姻亲张举人，然后开始多方打听有关小侯爷的嗜好和行踪，最后终于得知，每个月初一、15，他都会去慈云庵。这是为何？那是晚辈的一片孝心。初一、15前往慈云庵设教祭拜先母。包大人，小侯爷太举他自己了，那是奉老侯爷之命，不得不去。不过他往往趁此机会在外花天酒地，有时派邢三，有时派贾总管带他前往祭拜。你又满口胡说！究竟是谁胡说？若非对你的行踪打探得一清二楚，我又怎么会在慈云庵带发修行？又怎么会在庵内遇到邢三，利用邢三为饵，假意接近于你？邢三，可有此事？你可曾在慈云庵见过那方素心？是，确有此事。方素心，当时的情形如何？你且摘要说来。慈云庵的住持慈云道姑与民女相熟，听民女哭诉一切之后，答应收留民女，协助她办些法事或处理一些杂物。
无量寿佛。道姑有心了。道姑，请留步。施主有事？我常来慈云庵，以前为何却从未见过道姑啊？因为我是初来乍到，所以也未曾见过施主。请恕我冒昧。道姑如此秀丽动人，却为何？何谓秀丽动人？多谢施主。其实我是个命苦的女子，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。幸得慈云道姑收留，我才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。我倒略通子平之术，依道姑的相法，应该是妾妇继贵才对呀。施主该不是开玩笑吧？方外之地，岂敢亵渎？我是句句真话。如果方便，我倒愿与道姑坐以详谈。多谢施主。庵内有一处厢房，有清茶素果，专为接待有缘的施主。好啊。九人道姑，这位就是我所说的安国小侯爷。无量寿佛，贫道给小侯爷请安。邢师爷果然诚不我欺，本侯爷总算见识了。两位施主请坐。道姑请。小侯爷为何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害得贫道心头忐忑不已。那就更证明你身在红尘外，心在红尘中啊，所以才会忐忑不安。方外清净之地，还请小侯爷慎言。还有什么好慎言的？你不是跟邢师爷都谈好了吗？像你这种柔中带媚、丽而不俗的角色，可谓是万中不得其一。你在这里带发修行，的确像蒙尘的明珠，我为家人惋惜呀。命苦如此，只要有粗茶淡饭可食，有遮风避雨之处可栖，已算是幸运了。如今有了我，你才算真幸运。从此以后不用再命苦了。你真的愿意嫁我为妾吗？只要小侯爷真心对待我，我自然愿意。我若不是真心待你，又何必特意来访呢？邢师爷，麻烦你选一个黄道吉日，请九人道姑重返红尘，入我侯门。是。不过我有一点纳闷好奇，你的道号为何叫九人呢？其中自有曲折典故。等我有幸随侍小侯爷之后，
自会详细禀告的。好，不妨就在洞房花烛之夜，在绮罗帐里，我仔细聆听你的曲折典故啊。各位贵客，时辰差不多了，也该饶过小侯爷，让他早点入洞房，跟他的新婚妻子共度良宵啊！害你一个人独守闺房，恐怕早就春心荡漾了吧？等不及了吧？啊？我的确有点等不及了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我的确等得生气了，好不容易才等到今天晚上。好，我的心肝小宝贝儿，怪我多喝了几杯，耽误了好事儿。待会儿我好好的伺候你，以我的本事，不但让你消痰化气，而且还让你欲仙欲死。你疯了！这洞房花烛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不是想知道我的道行为什么叫九人吗？人字边旁加个九字，这个字念仇。我和你有什么仇？此仇不共戴天！快来人！这女人是刺客！就躺在那儿等死吧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小侯爷，怎么了？您受伤了？你伤没事吧？把我的伤快去追那个贱女人！啊！快！是。萧侯爷，晚辈在。那方素心所言可是真的？没错，这一次他所讲的90%是真的。方素心，你继续说下去。当时我以为大仇已报，赶回张举人家中，想带小茹远走高飞，谁知道却被那张举人出卖了。张举人将你出卖给侯爷府？不，前来逮捕民女的人原本是县衙的捕快，可是不知为何，却将民女送到小侯爷的手中。你本就是谋刺我的凶手，地方父母官将你转交于我，那也是理所当然。不，虽说是行刺凶手，然而依法按律，应当交由地方官府升堂审问，
岂有思想授受之理？小侯爷，这其中莫非另有隐情？包大人，当时情况或许违背章法规矩，但是并无隐情。方素信，你再说下去。民女被小侯爷的爪牙囚禁在一个污秽不堪、不见天日、几乎不可住人的地方，双眼被蒙，双手被捆，双脚被绑，动弹不得，有如祖上之肉，待人宰割。小侯爷，这就是那个贱女人。这个又贱又蠢的女人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是天皇贵胄，皇室子孙，自然有百灵呵护？就凭你，杀得了我吗？我原以为像你这样的美女，该与我绮罗帐里并鸳鸯，同亲共枕笑神仙。谁知你天生贱命苦命，活该如此。只恨我是一介女子，不会杀人，否则您早就在阎王殿上了。在阎王爷面前，你还敢如此伶牙俐齿，猖狂作恶！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，你是方素月的妹妹。你这个畜生！老天爷会有眼的，你会遭到报应的！美女我见多了，温柔多情又天生媚骨的美女我也见多了。可惜呀，可惜！从今以后，你就会变成天下最丑陋、最低贱的女人。还记得吗？想当初，你就是用这把匕首行刺于我。只可惜这是一把短匕首，如果是一把长剑，刺穿你的胸膛，我就报得了血海深仇了。我倒觉得不可惜，这虽然是把短短的匕首，但用在你身上，却十分的适当。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成全你的后半辈子这一刀算本钱，你还要算利息呀！从此刻起，这个最丑最贱的女人就交给你们了。她要是接客，只准接最下层的地痞流氓，最龌龊肮脏的乞丐无赖。我要她受尽凌辱，任人践踏。方素心，民女
女在。倘若本府要你在这公堂之上揭开面纱，让本府及在场诸人看看你的容颜，你可介意？毁容之苦，锥心之痛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民女并不介意。够了。如此血腥残忍、惨绝人寰之事，竟然发生在我大宋朝廷天子脚下。赵世俊，你说，本府要听你亲口说，那方素心所说究竟是真是假？当然是假，那全是他一面之词。住口！自始至今，你都以一面之词4个字搪塞一切。你莫要以为本府当真不能从这蛛丝马迹之中查明真相。倘若能，本府定当将你绳之以法，处以重刑。倘若不能，本府既然愧对朝廷百姓，又有何颜面再做开封？本府自会辞官而去，以谢天下。包大人，包大人是青天，是升斗小民唯一寄望之所托。民女所说一切，倘若证实查明，真是天有怜见。倘若确实挚爱难行，民女也该叩请包大人多多为民保重。方素心，你的心意本府明白，然而如今既无人证，又无物证，时日又拖延甚紧，本府一时半刻之间尚无法定论，无法为你做主啊！哼，听包大人的口气，似乎认定方素心所说全是真话。赵世俊，难道你能证明他所说的全是假话吗？白玉堂，你是江湖草寇，居然胆大包天，一而再再而三在开封府公堂上胡言乱语，横行无忌。你眼中还有国法2个字吗？赵世俊，你是皇亲国戚，你竟然依仗权势欺压百姓，在你心里可有天理2字？你二人不得在本府公堂之上争执。是，包大人。包大人名满天下，素有青天之誉，谁的话是真，谁的话是假，当然由包大人论断。晚辈不敢越俎代庖。就算是证据不足，就算是包大人一时无法论断，赵世俊，我白某人警告于你，在这世上还有山河日月、天地神明，人可欺，天地不可欺；人可骗，神明不可骗。大人，
学生有一德之余，想要禀告大人。公孙先生，请讲。学生纵观全案，其缘由皆因方素心之姐方素月前往侯爷府送酒，疑似遭到安国小侯爷之奸污，因而告知乃妹，继而发生后续一连串之悲剧。不错。然而，却要如何证实小侯爷的确奸污了方素月呢？此案发生至今不过月余，那方素月之尸体埋在土中，即便已腐，也不会烂呢。公孙先生的意思是，那方素月尚未婚嫁，定是处子之身，如真遭小侯爷之奸污，必是破瓜之女。我等何不开棺验尸，请仵作之手亲自勘验，或许也可得到一丝线索。方素心，本府有话要慎重问你。包大人，请问。你如此为令姐申冤，可见你姐妹之间情感必然甚笃，她的一切想必你也知之甚深。大人说的是，我们姐妹骨肉亲情深厚无比，从小无所不谈。本府再大胆问你，令姐悬梁自尽之前，她可是处子之身？民女敢以性命作保，仙姐刚烈贞洁，在未婚未嫁之前，必是处子之身。既然如此，方才公孙先生所说，想必你也已明了。倘若本府下令开棺验尸，你可同意？民女叩谢包大人。只要能使仙姐之冤屈得伸，能还方家一个公道，能让行凶为恶之人绳之以法，这对仙姐非但不是不敬，想必仙姐在地下有知，也会叩谢包大人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府就前往丰德县，下令开棺验尸，待验尸之后，再行择日升堂。退堂。